Hello， 自从2015年买了这一台 MacBook 之后，自己呢就再也没有用过 Windows 系统的笔记本电脑了。所以说今天这一个视频呢，就想来讲讲我觉得和 Windows 系统电脑相比，这个 MacBook 最大的5个优点。在讲之前呢，先说一说买的问题。这一台呢，我是在日本买的，所以说它键盘也是日本键盘。是在日本买的原因呢，有时候汇率又挺好的，而且银联卡是可以打95折。这台是 MacBook Pro， 算下来好像我记得当时就6000多块钱人民币左右。但那个时候不太懂，我买之前呢问了一下身边用苹果的朋友，他跟我说呢，买128G 就是最小的那一个硬盘就够了。但用了这么几年下来，我是觉得，如果是有条件的话，真的就不要买最小的硬盘了。不管是手机还是 iPad， 最后导致你无法使用的都是硬盘太小这一个问题。这台电脑其实到现在功能都还完全没有问题。我上课，比如说备课啊什么之类的，还是会用这一台电脑，然后也会把它带到教室去，投屏放 PPT 之类的用，都完全没有问题。但是无论我怎么删东西，现在就是很快空间就只剩下2到3个 G， 它就会一直疯狂的跳出没有内存的提醒。因为又要剪视频嘛，所以说这个就被卡在内存空间不够这一个噩梦里面。如果不是这一个内存不够的问题的话，我觉得这台电脑其实再用个2、3年都完全没有问题的。所以说吃一堑长一智嘛。前年我在买电脑的时候，这次呢我就直接买了512G 的硬盘。其实它的性能对于我这种用户来说呢，完全就是过剩的。所以说内存的大小，我觉得算是最小的内存是8G 的，我觉得也完全没有问题的。但是硬盘一定要买大一点，这样才能够用久一点。我觉得这一台电脑用个5、6年应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好，那接下来说一说我自己觉得 MacBook 到底好在哪一些地方。首先呢，就是它的这一个触控板，这个触控板真的是非常的好按。在这个触控板的任何一个地方，你都可以进行类似 Windows 系统里面左右单击的效果。另外呢，还有各种手势。看网页的时候呢，可以直接2根手指上下滑动，就能很精确敏锐的控制页面的滚动。然后3根手指往上滑呢，就能够出现正在运行当中的程序，很方便的可以实现程序之间的切换。然后4根手指这样抓一下呢，就能查看所有现在安装到电脑里面的软件。总之我觉得这一块板子比鼠标好用太多了。出门的话呢，完全不需要带鼠标就能够非常灵活的操作电脑。然后第二个优点呢，就是它的电池真的非常的经用。一般出门1天的话呢，我都是不会带电源线的，只要不一直剪视频和看视频，是打字啊，然后这种轻量级的工作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就算是2015年买的这一个，现在已经6年多了吧，我带出去的电池都还是非常的经用，续航个5、6个小时吧，都是没有问题的。第3个优点呢，就是软件安装和卸载非常的方便。想装什么软件呢，直接搜索软件的名字，然后加上 DMG， 下载好之后呢，直接打开，把它拖到电脑里面就行了。卸载的话呢，直接在应用软件里面找到，然后点击把它删除就可以了。这个呢，对比在 Windows 系统下面安装软件，真的是好用太多了。现在在办公室的台式电脑还是 Windows 系统的嘛，然后真的装任何的软件必须要非常的小心，要不然你少勾了哪一个选项，就会被安装上非常可怕的各种麻将游戏、杀毒软件或者是某某助手。总之我经常安装完一个软件之后，屏幕上就出现了好几个软件的图标，非常的可怕。4个优点呢，就是系统的运行非常的稳定，用了这么些年，基本上很少出现过死机的情况，大概1只手能够数过来吧次数。像类似 Windows 系统里面那种漏斗大的漏斗出来一直转，然后电脑卡死的情况也非常的少见。用 Premiere 剪视频或者用 Photoshop 做图的时候呢，也不会出现非常卡的情况。甚至我现在经常在用 Premiere 一边压视频，然后一边给同学在网上上网课，完全没有问题，一点也不会影响。真的是非常提高工作的效率。我真的常的忍受不了电脑慢这件事情。办公室的电脑就是内存，它本身的内存很小，自己就自费打了一个内存条给它，这样才勉强能够不让我每天上班的时候过于焦躁。其实很多时候花在工作上的时间并不多，而是等在打开 Excel 表格的时候比较多。所以说这个就是用 MacBook 让我觉得很省心的地方，因为它节约了非常多加载软件的时间。最后一个呢，就是和苹果其他设备之间的联动了，任何文件呢都是可以通过 AirDrop 很轻松的传送过来的，然后软件里面的内容呢也都会自动同步。如果你手机也是苹果的话，就能很明显的感觉到设备之间的无缝连接是非常的舒适的。以上呢就是我觉得 MacBook 好用的地方了，用上手了之后呢，真的是没有办法换。其实我也不想这样，如果有好用的国产品牌、国产系统，我也非常的想用，但是目前好像还没有发现。希望程序员们能够好好加油。好，那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了，拜拜。